都知道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外出口5代机，因此对于一款这么先进的战机，几乎所有国家都想要采购上几架，好让自家空军的战斗力上升一个档次。也正是因为如此，靠着手中全球唯一一款对外出口的5代机，美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同时还拉拢了一帮国家，组建了军事同盟。而现在 F-35战机的订单已经来到了3300多架，并且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紧张，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在这时，泰国方面也有了一些想法，想采购美国的 F-35战机。泰国空军正面临战斗机更新换代的需求，并已经尝试向美国求购 F-35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但洛克希德马丁高官在今年2月的新加坡航展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允许对泰国出口 F-35。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空军很有可能购买台湾 IDF 战机。那么，从未采购过台湾战机的泰国空军，未来真的会购买台湾战机吗？泰国其近年来似乎对周边的越南和缅甸等国的军备发展感到几分不安，对使用各类高技术装备的热情很高，但苦于国内没有像样的军事工艺，故以进口他国装备为主。早在去年就有消息称，泰国空军元帅表示，泰国要购买8架 F-35战机，首批将会以4.13亿美元的单价去购买总计4架，但后来这件事就没了后续情况。F-35战机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也表示，目前并没有收到有关的官方消息，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严格控制关于 F-35战机的出口，所以泰国采购战机一事有很高的不确定性。F-35作为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第5代战斗机，凭借其出色的隐身性能，目前已经拥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挪威、荷兰、瑞士、比利时、波兰、丹麦、以色列、新加坡和芬兰等一众国外用户。不过，中东的石油富国沙特、阿联酋等却被排除在外。让人没想到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泰国也要购买 F-35了。目前获得了 F-35战机的国家，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的盟友之外，就只有日本、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4个国家。面对这4个国家采购 F-35战机的需求，美国自然答应了。而其他国家想要采购 F-35战机就没那么简单了。像阿联酋也打算采购50架 F-35战机，但是美国方面却漫天要价。虽说这个价格对阿联酋来说无所谓，他们能够承担，但美国却偏偏开出了不少的政治条件，因此这笔谈判就不欢而散。相比较阿联酋的50多架，泰国方面虽然只打算采购8架，但这笔订单的金额对泰国来说也是一笔天价。特别是这首批4.13亿美元单价，想要采购4架 F-35已经是过去式了。在美军最新的财年报告中， F-35战机的美军自用价都达到了接近2亿美元一架。泰国现在即便是想买，价格估计还得往上翻1倍。而寥寥数架的 F-35对于泰国空军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因此想要继续采购原有数量的 F-35战机，那就得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行。美国的 F-35战机真的靠谱吗？由于这段时间 F-35战机在全球发生了多起坠机事故，美军在对其检查时发现发动机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全球所有的 F-35战机都停止飞行，进入检修状态，但是到现在美军也不知道发动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没给出个具体的检修方案。如果说泰国采购 F-35战机的话，之后会不会也出现坠机的事故呢？或者是说战机到货之后3天2头地就得停止工作，送到美国去进行返厂维修？又或者是像韩国那样，每次 F-35开机启动前都得找美国人申请动态密码，美国人不给发密码，韩国人就用不了 F-35，被拿捏得死死的。所以泰国空军确实面临着比较急切的换代问题，毕竟其现役主力美制阿富汗 16AB 机队，无论是装备水平还是剩余使用寿命都很不理想。2022年3月，泰国空军一架 F-16在训练中失事，从瑞典购买的鹰狮状态倒是还不错，但体型太轻，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再加上其状态性能更糟糕的阿富机队，2021年12月
泰国空军一架 F-5战机在空中比赛中意外坠毁，换新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问题在于，换什么机型才适合现在的泰国空军？站在2023年向后看，4代半战机已经退出主力地位，斥巨资购买消费比并不高。而5代战机虽然是未来主流，但当下的选择着实太少了。即使当年美国政府并未就出口 F-35表态，泰国空军依然在2022年1月宣布打算采购8架 F-35，但美国对 F-35的重视超过泰国想象，后者想要圆梦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F-35目前已经出口到美国之外的16个国家和地区，各使用者按照国力和美国重视程度签下了附属条款不同的使用条约。具体来说，美国国防部会限制 F-35的部署区域、执行任务的时间和地点、机载作战软件水平，甚至是使用者的基础通讯设施。对泰国空军而言，其预计装备的隐身战机规模有限，首批4架仅拨出4.13亿美元采购费用，而将要付出的战力受限，甚至基础设施更换代价却异常沉重。从理性上来说，这是泰国空军难以承受的装备成本，而美国又未尝不是看到这一点，才会直接漠视泰国空军的采购请求，一言不发。唯一让泰国空军感到庆幸的是，全球还有几款正在开发，预计在几年后才开始服役的隐身战机，比如说中国歼35、俄罗斯苏75，还有韩国的半隐身战机 KF-21，其中苏75的问题和苏57一样，而 KF-21 还要等待多个版本才能蜕变成真正的隐身战机，只不过目前距离这时实现还很遥远。以泰国空军的谨慎心态，最起码也要等到歼35量产之后才有眉目。其实泰国购买 F-35早在去年2月就被炒作了一番，当时专家认为不可能，因为美国担心存在泄密的可能性。不过据媒体报道，泰国皇家空军得到了向美国政府申请购买 F-35隐身战斗机的许可，而泰国议会的一个众议院委员会也以45-22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3.69亿泰铢，约合101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启动采购 F-35的程序。然而，泰国这次采购的 F-35只有可怜的2架，实在太寒酸了。而这也似乎是泰国皇家军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装备世界上最小的航母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还是向西班牙采购9架二手的 AV-8S， 都是这样别出心裁。不仅如此，这2架 F-35并非大家想象中的垂直起降型，而是 F-35A 基本型，主要用于取代泰国皇家空军的 F-16。至于泰国皇家海军，目前查克里纳吕贝特号已经差不多变成了直升机航母和综合补给舰，并没有更新固定翼舰载机的计划和必要。另外，泰国方面的想法是以7000万美元的单价来购买这2架 F-35A， 这就太过于天真了。虽然洛克希德号称 F-35A 的单价已经降低到7000多万美元，并且还会继续往下降，但这仅仅只是针对美国国内的采购价而言，一旦外销，价格都要翻几倍。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采用 F-35A 的单价都在1亿多美元，而最新的国际报价已经超过2亿美元。所以说，泰国议会批准的1010万美元，可能只能买2个起落架。根据媒体的报道，泰国为这2架 F-35A 准备的总开销大约是74亿泰铢，约合2亿美元。即使是这个价格，恐怕也很难搞定，因为以2架这么小的批量，肯定是拿不到优惠价的。况且这2亿美元的资金还要分4个财政年度拨付，也就是说，泰国想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2架 F-35A， 而美国一开始担心将 F-35卖给泰国会泄密，为何会突然转变，竟在短时间内批准了许可证？外界认为，洛克希德可能并非真的想将2架 F-35卖给泰国，而是借此给对采购 F-35不着急的新加批增加一些压力，促进大宗生意的尽快成交。至于泰国，即使真的打钱过来，也能以各种理由将 F-35靠住不发货，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对于泰国来说，无论是购买航母
还是购买垂直起降战机，其实意义都不大，无非就是要维持住皇家的脸面。这次购买 F-35A 也是如此，用市面上能买到的飞机撑门面而已。如果真的要替换老旧的 F-16，台湾自研 IDF 战机升级后，未必不是更好的选择。台湾空军是台军机构组织最扁平化的一个军种，空军司令部下辖4个指挥部、7个作战联队，以及负责行政专机的松山基地指挥部。作战指挥部虽然是空中战术和防空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但是行政上和作战联队是并列的，互不隶属。作战指挥部下辖3个指挥支援方面的联队，核心是战管联队，设有北南东3个区域作战管制中心、7个固定雷达中队和3个机动雷达分队。作战联队在2004年精进案中取消了大队和中队编制，直辖2到3个战斗机作战队、1个修护补给大队、1个基地勤务大队和1个宪兵中队。每个作战队拥有20到30架飞机。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编制和陆军类似，下辖5个防空旅和1个防空管制中心，每个旅拥有2到4个防空营。整个空军编制约 3.5 万人，略低于海军的 3.8 万人。台湾空军目前拥有约370架战斗机，加上各种辅助飞机，总数约为550架，在世界空军里大约能排入前20。但是因为飞机主要来源地美国和法国的刻意限制，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偏科非常严重，基本上是一支纯粹的防空军，严重缺乏战略攻势和对地攻击能力。台湾空军的作战联队也像海军舰队一样，将同型战机编组在同一联队、同一基地内，以便于维护保养。出击战机的飞行性能也保持一致。不过台湾空域实在是非常狭小，东西最大宽度也只有144公里，打开加力5到6分钟就能横穿。不同基地、不同机型之间相互支援相当快捷。新竹基地是台湾本岛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距平潭岛只有130公里，和上海到宁波的距离是一样的，距离台北市区则是60公里。机场离新竹市中心只有3公里，跑到西南角距离海岸仅1500米。台湾空军基地通常在机场周围布置2到4套天空卫士近程防空系统，它由天空卫士火控雷达、2门厄利空35毫米双管高炮和1到2座陆基4连装麻雀防空导弹组成。雷达、高炮和导弹都为拖曳式，部署在加高的发射平台上，有坡道通往地下洞库。台湾从1980年起进口了24套天空卫士，建设了21个阵地，但目前只部署了16套，其中8套配备了麻雀导弹，今后将用捷凌防空系统替代。除了增加新加坡产伯夫斯40毫米高炮和 T82型20毫米高炮，导弹也将更新为红外制导的天剑1和主动雷达制导的天剑2。除了第2联队的幻影2000，陆军航特部601陆航旅的一个 AH-64E 攻击直升机作战队于2020年2月18号从桃园龙潭机场移驻新竹基地，更加靠近海岸部署。空军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即原地499联队成立于1953年，2年后由 P-47换装 F-86F 进入喷气时代，先后装备过 F-100 和 F-104。1997年开始接收第1架幻影2000，1998年11月全部60架幻影交付完毕。2004年经进案后调整为直辖第41、42战斗机作战队和第48换装训练队，按编制各配备20架幻影2000，连队长为少将军衔。1989年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除了引进拉菲特级护卫舰外，还促成法国出口幻影2000战斗机。当时台湾空军的主力截击机还是2个联队的 F-104， 年代久远，故障率高。服役38年间，总共302架坠毁了114架，坠机率在装备 F-104 的空军中高居第1，急需换代。经过长时间地下谈判，1992年密特朗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48架单座幻影2000-5E-I 和12架双座型幻影2000-5D-I，另外包括960枚新锐的米卡主动雷导制打中距离空对空导弹，480枚魔术2格斗导弹，若干 ASTAC 电子侦察吊舱和相关支援器材，总价38亿美元，代号飞龙专案。这是米卡导弹数量最大的一笔出口订单，因为台湾方面怕国际形势变化，法国今后会禁止出口。当时幻影2000 BC 型在国际市场上受到 F-16CD 型的压制，为了保持竞争力，达索公司和航电生产厂家汤姆森 CSF 公司在没有得到法国空军的支持的情况下，
自筹资金开发改进型幻影2000-5。来自台湾的订单雪中送炭，分摊了大量研制费用，也令台湾空军成为幻影2000-5的首个用户。法国空军直到2000年才将幻影2000C 机队升级为幻影2000-5。ASTAC 吊舱更是到2013年才配备给幻影2000D。和幻影2000BC 型相比，幻影2000-5换装了新型 RDY 脉冲多普勒雷达，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30公里，可同时扫描24个目标，并跟踪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引导4枚米卡导弹攻击其中4个目标，多目标交战能力大大增强。座舱采用为阵风战斗机开发的部分玻璃座舱技术和 VEH-3020 平舷，并安装了 ICMS Mk2 电子战套件和 CMIR DDM 导弹警告系统。但是幻影2000-5没有配备战术数据链，受台型号也取消了法国版所具备的对地攻击能力、飞鱼反舰导弹发射模式和空中加油能力。从1997年5月5号到1998年10月28号，全部60架幻影2000-5分9批从马赛经海陆运抵华联。第11大队下辖的第41、42中队分别于当年4月及10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第48中队则在2001年5月完成改装，第499联队完全形成战斗力。凭借 RDY 雷达和米卡主动雷达导弹的组合，在当时整个东亚都处于领先水平。另外，根据当初的协议，台湾空军每2年派出1名第2联队的教官前往法国空军现役幻影中队交流实习2年，一直延续至今。外界普遍认为，台湾空军已经将大部分幻影2000封存于花莲嘉山和台东建安2个洞库基地中。新竹基地担负战备值班的只有一个不满编的战斗队10几架飞机。新竹基地从今年4月起进行为期2年的跑道大修。第2联队除了留下4到6架幻影2000在新竹进行战备值班，其余飞机全部调往清泉港基地。按照上面的估计，去清泉港的实际上可能也不足10架。清泉港基地位于台湾本岛西海岸的正中位置，距离福建莆田南日岛约146公里，北距新竹机场66公里。它和台中国际机场共有一条3750米的跑道，跑道北端距离海岸 7.8 公里，离台中市区12公里。因为陆军第10军团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清泉港以东的台中市区各处，清泉港基地内只有一个空军宪兵中队。台中港和清泉港基地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清泉港基地基于日战时期，该地古名公馆，在当时称为公馆机场。1956年，根据美台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实施阳明山计划，由台湾提供台中大肚山土地，美国负责工程建设，对公馆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1959年11月，以台中机场之名落成启用。为纪念淮海战役中战死的邱清泉中将，1966年正式更名为清泉港空军基地。清泉港部署的是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原第427联队，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空军第3大队。1936年成立于江苏句容，1953年在屏东扩编为第3联队，先后装备过 P-47、P-51、F-86F 和 F-104。1992年开始换装 IDF 战斗机，成为台湾空军第1支装备2代机的部队。沈一鸣就是第一批6名 IDF 种子飞行员之一。第7换装训练中队、第8中队和第28中队分别于1993年11月、1994年12月和1995年11月实现初始作战能力。1997年全联队完成换装任务。2004年经进案中撤销第3大队和第8中队，联队直辖第7作战队和第28作战队，另设有测评战研中心。IDF 由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持研发，1983年并入中山科学院，以打破行业壁垒，统筹全台的科研生产力量。IDF 的设计分为4大部分，分别和4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深入合作，研发机体和气动布局的鹰扬专案和通用动力合作，获得先进发动机的云汉专案和加雷特公司合作，发展飞控和航电系统的天雷专案和西屋电气合作，研发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天翔专案，后更名为独立的天剑专案。虽然号称自主研发，但外界普遍认为天剑2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技术引进了竞标的 AMR-AAM 失败的摩托罗拉方案。实际上 IDF 的总体设计就是由刚刚研制成功的 F-16 的通用动力主导的，中科院只是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通用动力派出了上百名在职及退休技术人员，以个人名义赴台，沿用 F-16 的研制模式展开设计工作。
在获得美国政府核准的技术出口许可后，尽量采用 F-16 的零部件。第一阶段软件开发也由通用动力负责，第二阶段才交由台方独立完成。不过在具体设计中，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和实际需求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架具有独特3代机特征的现代化战斗机，而不是日本的 F-2 战斗机那样纯粹的 F-16 放大版。IDF 原型机于1989年5月28号首飞，距离项目开始的1982年仅过去7年。对毫无战斗机研发经验的台湾来说，进度相当顺利。最初台湾计划生产250架 IDF， 但是80年代末国际形势转变，台湾获得了梦寐以求的150架 F-16AB 和60架幻影2000-5。IDF 和他们相比就显得劣势明显了，而且造价颇高。单座型单价就达到了2300万美元，比 F-16A 的1460万美元还要贵出一截。唯有自研自产不受制于人这一优点。最终除了6架原型机外，从1992年到1999年共生产了103架单座 A 型和28架双座 B 型。总体而言， IDF 在处处受到掣肘的情况下，设计的还是相当成功的，基本达到了台湾空军赋予它的作战要求：中低空空优作战，中距离截击和对地对海攻击。因为台湾空域狭小，基地密集，航程短，载弹量小，高速性差等缺点对台湾空军来说都不是大问题。而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以及3代机的优秀气动布局， IDF 的转弯半径、大仰角飞行能力、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都相当好。完成 AB 型的生产后，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对 IDF 进行升级，增加2个天剑2挂架、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升级雷达、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电子战系统和飞控电脑，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增加地形跟踪模式，并且具备安装机背保型油箱的能力。新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在2004年10月和2007年3月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10005号单座型沿用旧有机体结构，只对航电系统升级。10006号双座型为机体航电完整构型，但是台湾空军对这一改进并不满意，因为发动机没有变化，增加航程、提升隐身性能等最初提出的要求都没能实现，最终单双座各建造了1架原型机就终止了计划。此时距离 IDF 首飞已经过去了28年，因为台湾当局热衷于外购而忽视自研，当年的研发团队早已散尽，大部分去了韩国协助研发 T50， 希望能早日回到正路。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